大家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新的主题向量空间那向量空间是整个线性代数那我们在学习量子这个计算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这样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来认真学习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前面讲了大半天就是为了这个向量空间一开场的那个 fear 布下的这个种种的这个说辞所以我们就赶快来看看我们的向量空间那前面就讲过了 V 加运算乘运算它是意思什么呢vector space 有没有那它现在呢它是 over 什么呢over 一个 field f 这前面就搞了大半天有没有那正式来开场了正式来开场那乍看之下好像觉得说它像一个代数系统那其实不然为什么呢我们来逐一的分析第一个这个 V 有没有它是一个 vector set那 V 呢属于 V那这个 V 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向量叫向量所以它是一个向量集合它是一个向量集合所以好很简单是一个向量集合那第二个这一个加呢它叫做 vector addition 向量的加运算addition 有没有 addition 这个在写的时候这个文字比较容易聚集在一起没有关系好那所以加呢没有问题它就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它本身是一个 binary operation 也就是说呢任何两个向量也就是元素x 加 y 属于 v 记得就是在这个叫中序法中序的 infix 的一个写法那这个乘运算呢它不是一个前面讲的那种 binary operation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那怎么说呢赶快来看它叫 scala 存量 and 怎么样呢 and vector 存量跟向量怎么样呢存量跟向量的乘法叫 multiplication 所以它叫做存量与向量的怎么样乘法的乘运算这样所以那它就是什么呢存量跟向量做运算那变成怎样还是变成一个向量所以它看起来乍看之下还是一个二元运算只是我们标准的二元运算是 v 乘 v 映射到 v 可是它是 f 跟 v 的运算也就是说一个元素 c 属于 f v 属于 v 呢那我们 c dot v 呢就会等于 cv 属于 v 这样所以它的一个结构是这样的一个空间结构所以中间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花了大半天在前面学代数系统就为了它那它竟然被当做一个小配角其实不然未来你就可以看到它发挥很大作用它是一个存量集合你们看出来好这是我们这一边要看到的那再来往下看那前面的那个在学代数系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group 就要满足4个条件有没有那我们接着就是我们的 ring 要满足9个条件那再来是我们的 field 要满足14个条件难道向量空间不要吗也要它至少满足8个条件来哪8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对加运算的描述好像我们都学过了再第二个也是对加运算的一个条件第三个也是对加运算的一个条件那第四个也是对加运算的一个条件所以它整个的做计算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结合性第二个就是单位元素第三个就是反元素第四个就是具有交换性你说封闭性不见得因为它本身是二元运算所以它一定具有封闭性那后面我们再来做详细分析那第5个条件呢是做存量对那个向量加运算的一个分配性那第6个的话第6个你可以看到有没有第6个的话就是说
是存量的加法对这一个怎么样？对这一个我们叫什么 vector distribution about scalars 就是说存量跟那个向量之间的一个分配性所以是一样这只是说那个结构是有它的一个独特性。那这个结构独特性后面马上我后面几个 pages 来会跟各位做一个说明这样那第7个就是说也有结合性，看起来很像，可是它事实上是不太 OK 的不太完整所以就必须规范成第7个条件。为什么？后面详细分析这个，因为很多同学都不去注意到它。那第8个，它要把二元运算变成单一的运算，就是就是说的话就是那个存量，就是我们的 field 里面的那个乘法的单位元素跟什么呢？跟里面的一个向量之间做运算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好，那这个有8个条件好累这个。但是这个是人家经过100-200年的研发出来的最后的最精简的版本最精简的版本所以这个整个学线性代数它的一个空间结构的一个完整性所以它叫向量空间这样好，那没问题以后呢，我们来看看，因为刚刚讲过了那几个条件有没有看到？所以它本身是一个二元运算，所以一定满足封闭性。那你可以看到1、2、3、4，一个是结合性，一个是单位元素，一个是缓元素，一个是什么交换性是 abelian。 那我就讲过说这个在讨论区就叫你们去查一下 abel 这个悲情的数学家他到底有哪些丰功伟业那竟然在他人家要聘他之前的话怎么样就已经挂了就挂了所以好像活不到30岁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很清楚的，前面的这几点有没有？就是我们的 group 你们看出来？那这一点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交换性，有没有？我们的交换性。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做一个结论那我在写的时候你就把它记下来的V 在做向量加算，其实它也是一个代数系统那事实上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交换，它是一个交换怎么样呢？交换圈，这样就记下来了，一口气就把4个条件再外加一个就背下来了，有没有？好，那再来看看我们我来看看这个第6个条件第6个条件好，那当然很多条件你们都可以自己再分析的那为什么要这个分析给你们看比如说你说老师这个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差别啊，注意左边这个运算的时候，这个加运算它本身是向量的加运算，那右边这个加运算呢是什么？我说错了，左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存量的加运算 ，C 跟 D 是从怎么样？是从那个存量集合，就是说那个 field 来的。那右边这个加运算是什么？是向量的加运算。那数学家就是把它写成同一个符号，那他认为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你可以自己判断它是属于哪一种属性的所以这个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所以如果说你那个左边的结构跟右边结构不一样的话，但是它又要有这个特性的时候，它就会把它规范成你要满足这个条件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就是什么什么又什么。那我们要满足8个条件我们就叫说它叫向量空间，有没有所以这个地方呢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好，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没什么问题所以在这边就讲说很无奈啦。所以 this is a traditional way， 传统的方法没有干嘛呢？ To write both additions with the same notation， 用相同的符号那这个就是在这个领域里头你要知道，而且很多的数学很多的工程的东西都是这样共同符号的一起在使用这样那另外一个第7点第7点这边呢也可以看一下我就不手写，我来认真分析给你看。左边有2个乘法，右边有2个乘法。那如果说今天老师叫你到那个电子零件街去采购零件来 implement 左边跟 implement 右边，那你发现说你买回来都一模一样的零件是不可能的。左边你可以看到 C 跟 D 是从存量集来的，所以它是存量的乘法，有没有？第一个零件是存量的，我先看左边是这一个存量的乘法。那 CD 呢再跟 X 相乘， X 是向量，所以它是存量跟向量相乘，所以它这个零件就不一样的。
那右边的话，你可以看到 D 跟 X 相乘是存量跟向量相乘的零件，那 C 再跟后面的 D 跟 X 的结果相乘，也是存量跟向量的零件，所以左边去电子街采购的话，要买一颗存量的 processor 跟一个存量跟向量的 processor， 那右边的话要买2颗存量跟向量的 processor， 那整个 implement 当然一定不一样。所以呢，为了让这个系统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就规定你要满足这个第7个条件，有没有？哇，又是很无奈，很无奈。所以加法你要忍受它，乘法你要忍受它，它那种相同的符号。所以 we need to endure this traditional way for shorthand writing， 你还是要忍受，所以在刚开始讲解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帮你们打一针预防针，让你们怎么样在学习上没有障碍。所以这个是老师要在这边跟各位做说明的。嘿，好，那我们就来看几个常看到的这一个什么向量空间比如说我们常看到的实数的向量空间，那这个实数向量空间就我们常看到有什么 Rn 啦，有没有加啦，有没有看出来？好，那 over 一个 R，R 本身也是一个 field， 有没有看出来？那中间呢就会写说 x 等于什么呢？x1 啊，x2 啊，点点点，有没有 xn 啊？那这个 y 呢等于怎么样 ？y1 啊 ，y2 啊，点点点，有没有 yn 啊？这个属于 r 的 n 次方 ，c 属于 r，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没有看出来？然后呢，我要规范它的2个运算，第一个加运算那因为一般我们都写成中序法，第一个分量跟第一个分量相加，第二个分量跟第二个分量怎么样相加？我这是触控萤幕要手写又要触控，它英文叫做 dual digitalizer， 它有时候是不稳定又要感觉到我触控，感觉手写，所以它就会抖一下。这个就是零件上的不一样，因为我没有把它关掉，我没有把那个触控关掉好，那再来你看，我就定一个存量跟向量相乘，那我 dot 不写的，你看等于 C 第一个分量乘第二个分量乘依序有没有第 n 个分量相乘，有没有看到？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我们常看到的什么实数的向量空间这样。那中间这个符号同学可能还在有需要再跟你们再稍微好好的 review 一下Rn 空间有没有 ？Rn 空间这样。那 Rn 空间就是你很清楚，就是你每一个分量都属于实数，这样那同学开始慢慢的熟悉它。那当然如果说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去检查那个8个条件，依序把它检查一下，就发现说它都满足这个条件，所以它是一个向量空间好，那再往下看，矩阵也可以形成一个向量空间那后面会针对矩阵呢，我们再专门在P1 章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呢，我就直接来秀给你们看，就不再动手了就是说动手去写，RD 2×2这个要开始看看它这个2×2的矩阵2×2的矩阵，你们看出来？那这2×2矩阵我就定义2个矩阵相加，就是它的个别的分量相加。那还有定义存量跟矩阵相乘，就是它的个别分量都要被这个常数相乘。所以你就会很惊讶，就是说 here 一个矩阵一个 matrix， 它竟然也是一个什么向量竟然它也是一个向量有没有？一个矩阵竟然是一个向量，就是说这些矩阵都竟然是一个向量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太奇怪好，那你同样去检查这个8个条件。那有一年是 N 年前我们中正资工所的入学考试，线性代数竟然叫你证明这个东西是一个向量空间。哇天哪，那有人没有背那个8大条件就挂了，没看出来这个在考试的时候当然这个题目不会是我出的，我会觉得说这个有点啰嗦，有没有？有点小啰嗦这样所以但是你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还是把这个空间结构，人家为什么这些以前的数学家要这么样的一个做法，有它的道理。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解几个题目来热身一下，让我们的那个观念更清楚。这样就是说
我令 v 等于 r 平方，ab 好就是就 R2 啦，就二维空间的嘿，那我就定义它两个项的 AB 跟 CD 的运算就等于 A 加 C 跟 B 减 D， 而且呢它的存量跟它一个向量相乘，就是 CACB。注意那我们要决定说这个新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是否是一个向量空间。那亮点在哪里？就是后面我在设计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故意把它写成 B 减 D 有没有？这是亮点之所在那你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亮点在哪里。好，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开始来看看咯。那一定是不对的嘛。那这种题目你要考试的时候不对的时候，只要挤出一个它的8大条件里面有一个条件不合，那它就不是一个向量空间了。那因为要来 training 你们，所以我就多分析几个来观察它的一个条件。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看看结合性就好了那你知道是乘法那个减法不具有结合性，所以呢，好，我就搞一个1、2再加3、4，有没有？两个先做运算，再来加5、6。那这个前面两个1加3 2减4就变成什么？4负2再加后面的5、6，你们看出来前面的等于9，那负2减6就等于负8，哇，我的天哪！那再看另外一个1、2，后面的两个先做运算，再来怎么样呢？5、6，前面就保留住咯，有没有？那后面呢做运算就变成8负2，那再做计算，前面变9，那2减负2就等于4。天哪，你竟然发现怎么样？你发现这两个的式子不满足，就是你找到这个 x 加 y 再加 z 不等于 x 加 y 加 z 的一个反例就好了。找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出来的话，就告诉说它不满足，就整个题目就可以离开了，分数就得到了。但是我们要多训练一下比如第4点交换性有没有？我们检查一下。那当然减法不具有交换性这个你可以这么写1加2再加3、4，那这等于1加3等于这个4这个2减4就等于负2。那后面这个呢3、4再加1、2倒过来有没有？那这个还是一样4，那再4减2就等于2。你发现这个式子怎样？ x 加 y 不等于怎样 y 加 x， 所以你找到一个反例咯。找到一个反例有没有看到？还不错还不错。那再来往下看，再看这个式子我看第6个分配性，来看看它一定是不 OK 的你看1加2然后呢对3、4，所以那就直接的，因为它的定义很简单嘛，前面加起来等于3就等于什么样的？这等于9、12有没有看出来？那这里的话等于1，我就把它展开分配开来做计算。那再2分配开来做计算，有没有？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前面就等于什么？等于3、4然后后面就变成什么6、8。可是做完计算之后得到什么？前面相加得9，后面得负4。我的天哪！不要写那么宽。这个课程设计师一直跟我讲说你要好好的写，可是一讲快的话就整个东西就越写越乱。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式子怎样？这个式子你就会发现呢 c 加 d dot x 不等于 c dot x 再加 d dot x。 我找到一个反例有没有？好，所以说很多写给你看。所以这种空间的那个代数结构你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满足某些特殊结构的话，整个系统会非常的漂亮，而我们这做出应用系统就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出来。这样那最后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常常在代数系统里面可以看到这些应用的结果。我们看出来应用的结果那我们就来开始看一看咯看看那这里就说常看到有3个性质就是说 V 是一个向量空间
原则上记得因为这个是有一部分是课程设计师帮我整理的所以这个是 dot 要写在中间这样好，那没关系，我们知道就好了。就是说在也许现在的课本会有进步了早前我们的课本才不理我们你那个零的话还有什么黑体字的零，哪来的黑体字的零都是同样的排版的零那你就要晓得像这里的话没有黑体的零就是什么，就是 F 里面的这个加运算的那个单位元素。那黑体的零的话就是我们向量空间里面的零向量。那0乘 v 等于0那第二个要乘 c 乘0等于0那第三个你可以看到负号在不同的地方待会我讲到第三个我再来做分析。我现在证明第一个怎么证呢？这个其实也不难考试常常考你，在学校考试也是常会考你。比如说 0v 等于那我可以把0加0啊，有没有看到就等于什么 0v 啊再加上 0v 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怎么样消掉，那这边就变成是0，有没有变成是0这样好，那我就把它点最漂亮一点点的所以倒过来写，所以等于说这个怎么样，这个 0v 就会等于0，有没有所以 0v 就等于0第一个解决了。那像我这边就偷懒如果说我还在把那个0再用手写涂的很黑的话，那个太难写了所以他们就可以不要再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那第二个式子我要证明它 C0 等于0那也很简单 C0 那这个0我也可以把它扩大变成0加0啊那等于 C0 再加上 C0， 有没有看到还不错，我就把它消掉，这边得到0，有没有看出来得到0这样好，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的结果就是我再把它倒过来也是这个式子就等于0，有没有？所以呢我们答案就得到了 C0 等于0C0 等于0，有没有看出来？所以你记得我现在的0我现在都没有再用那个黑体字去写，你要知道我现在的0代表哪一个结构里面的0，是 F 里面的0还是 V 里面的0那这个你在训练一阵子以后呢就会很清楚，那不清楚就挂了这个因为线性代数几乎是我们读理工的所有的东西都很重要包括管理学院也是一样他们要修那个最佳化理论也都是要线性规划，也都要懂这个线性代数这个都太多东西要知道了好，来看第三个我先来证明。那这里你要注意这是谁的还原数？这个是 F 里面的 inverse， F 里面的什么加运算的 inverse。好，那这个是谁的 inverse？ 这是 V 里面的 inverse。不一样那这里这整个也是啥？也是 V 里面的 inverse， 所以不一样不一样。那不一样的话，我们就必须来证明。所以我要先证明这个，先看我们的负 CV 再加，我先证明最后一个这一个有没有看出来？加 CV 最后一个，这个比较好证。那我就按照那个结合性那个分配性把它再分配回来，有没有？就得到 0V。那0乘上存量0乘上任何向量就等于什么？就等于0向量。所以因此这个式子你可以看到，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互为什么样？互为还原数，有没有看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负 CV 它的还原数就是这个式子的怎么样的负号我们就得到了，因为0告诉我说它们互为还原数，所以这个就得到了。再来看我要研究怎么样，我要研究刚刚已经看完1跟这个式子有没有1号跟2号1号跟3号的证明，所以我现在要来分析1号跟2号，所以好我就 C 负 V 再加上 CV 有没有看到？好，等于说我就要准备2号跟我来做一个2号跟3号。好，那这个时候前面是把负 C 整合在，那我现在把后面的负 V 整合在一起，有没有看到？得到 C 这是0，那等于0向量，所以这两个又互为还原数，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是2、3，刚刚是已经证完的这一个负 CV， 负 CV， 那我现在就可以再来看另外一个所以好，所以最后就可以看到它们互为还原数，
所以 C 负 V 跟这个是互为缓元素，有没有？那缓元素就写一个负号 CV， 有没有看出来？那这样的话，你把这两个式子再把它combine起来，就得到我们三个都 OK 的，没有？负 CV 就等于 C 的负 V 就等于什么？负的 CV， 所以等于是我们就证明怎么样？我们证明1323，然后1等于3 2等于3，所以1 2 3就彼此相等，嘿，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好像还不错哦，还不错这样，嘿，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整体来讲那我看看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嘿，这个灯光怎么配都配不好啊，忍受一下就好了哈。所以原则上我在把它放大，也就是来跟各位强调一下，代数系统延伸到现在看到这一个向量空间有没有？那整个这种空间结构跟那个整个系统的结构这个是训练工程师很必要的一个过程，这样嘿，很必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同学们呢就把这一章这一节尤其是整个学习线性代数一开始两大难题，第一个就是那个 Field 的那个代数系统，那第二个就是开始的那个向量空间的结构。那这个慢慢熟悉以后，后面读起来就会很轻松那在这里呢，老师就花一点时间，多一点时间呢在这边布局那大家花点时间去 study好，那这一节呢就先到这边。